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湖北利川，来利川差不多4、5天了，下了30天雨，一直在这里休息。然后今天去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。其实，在湖北恩施还有利川这边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啊。在去大水井景区的路上，出现了团雾，吓我一跳。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，心里当时还感觉有点慌慌的。在这个山区，我差不多开了10公里的这样的路，能见度不到20米，差不多10米的样子，全是团雾。视频里面感觉没那么严重，但是其实在现场开的时候，能见度是非常低的。当时我一路是非常紧张，而且这里都是算是山区的道路，弯道比较多，所以如果大家碰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小心再小心。这里属于大水井景区啊。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，主要是看一些古建筑，清代的，还有呢其他时期的，它等于是几个时期集合的一些古建筑。等一下我们去看看，先来看一下风景，因为现在是早上，这里是停车场，昨天我就是在这里露营的，晚上有灯光，然后比较安静，其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。现在就剩我一个人。因为最近特殊情况，各个景区来参观的人比较少。大家看一下远处的山，到了湖北恩施这边，其实也是大山比较多，跟重庆类似，因为也是跟重庆交界。看看前面，这里有点像不像人间仙境？感觉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看下面一团雾，那这里也是一样。整个下面这个山谷连绵可能10几公里。都被这个雾啊笼罩了。对面那个山上面还有人居住，走到重庆还有湖北这边，很多大山上面都是有人居住的。大水井景区，这就是农村，因为它这里属于大山深处。大家看看这里，感觉怎么样？荷花。其实农村的话，有时候环境啊确实非常不错。现在农村很多地方还种植了，我们那边也很多地方种植了。以前，特别是那个莲子开花了或者长出来了，去搬去摘了吃，还是挺好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？一进入这个里面，就发现这里很多这种古宅。这是整个景区的导览图，其实主要是2部分，一个是庄园，一个是宗祠。庄园就相当于是大院。宗祠呢，相当于是它的祠堂。一般古时候封建时代，那么这种大的地主啊，这2个是必不可少的。很多人没见过农村，农村就是这样。我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先不看景区啊，我先来吃个早餐。刚才在检票处，我问那个检票员，这里有没有早餐，然后他就叫当地的一个居民帮我煮了一碗面。就在这个地方，一碗面12块钱，还可以啊。我们等一下尝一尝。然后这个景区呢，它的门票我刚才看了一下是58块钱，但是呢，我是使用了年卡。湖北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，很多景区可以用年卡。先看看环境，在远方啊，那些云雾缭绕，特别漂亮。它旁边就是省道，交通还是很方便的。哇，那些雾气啊，盘绕在山顶上面，跟天空相结合一样的。这个就是面，非常不错啊，有鸡蛋，有肉，有青菜，还有酸菜。我特别喜欢吃酸菜这种。大家看看，觉得怎么样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就是李家大院，也叫做李家庄园。整个庄园占地面积呢，大概是1万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。非常大呀，有24个天井，170间房间，然后是院院相通，院院相连，深藏不露，是长江中上游保存最完整、规模最大、功能最齐全的封建地主庄园。雕梁画栋，工艺精巧，集汉族、土家族建设特色与西方建筑融为一体的。整个李家庄园大概是从明末到民国时期一直在修建。所以有各个时期的特点，特别是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，西方的东西建筑风格引进来了，所以它这里就有中西合璧的特点。现在进这个庄园里面看一下，
叫做地主庄院。看到没有？全部是在石头上面的，整个它这个建筑群都是这样的。看到没有？上面几个字大家认识吧？青年美音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不得不说唐朝的一个人物李白，号青年居士，所以他这个主人呢，也是把他作为李白的后代，或者是攀附李白，就是说白了嘛，要让自己的祖先是一个身份比较厉害的人。这个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，包括皇帝也是这样。你像唐朝，他们就把自己说成是那个老子的后代。一进来发现他这里的建筑呢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正前方看到它这些建筑是不是西式的？然后再远处一点，那不是中式的。里面呢，你想一想，有170个房间，24个天井，所以是非常大的，算是豪宅中的豪宅。现在别墅可能都没有这么大，都长满了青苔，所以呢，就是历史悠久的见证。在这个地方，其实这个门，就刚才我们一进来的这个门，应该也是叫朝门。然后院子的正大门在旁边。一进入这个大院，其实也能发现满地都是石头。其实从这里能证明，它这个房子是建在一个山头上面，然后把山头平整了，全部放满石头，这样建造而起的。现在准备进去看一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听说很精美，雕梁画栋，各种各样的。一进来又是发现满地的石头，好浓的油漆味。先看看这里，这里就是一个大的天井。那么很多人会以为，如果下雨这个水怎么办？其实呢，在这种天井的角落啊，它是有下水道形式的，就是水是不会淹没的。一进来大门这里，其实放了很多东西。你像这些是一个轿子，那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这个东西像什么？就是砸东西的、碾碎的、稻谷这些。这个我们前几天在重庆那个石屋看到一个这样的。现在就进入里面看一下，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是有对联的，左右两边应该就是一些厢房，摆一些东西的，可能是。它基本上这里的房子啊，每间房子都是相连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总共171间房间，你要住的话，我们差不多要住半年才能住满。所以这个当时他们的家族多么繁华。这里等于是客厅，假如说我来拜访这里，那么主人就是在这里接待我，我是坐在这个地方，那主人肯定是坐在前面了，就大家相互在这里聊天这样的。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就等于是主座，就是有人来了接待了，那么来的人就坐在那里，我就坐在这里跟大家相互交流。因为他这么大的张燕，作为这么大的地主，有下属，然后有亲朋好友过来，就在这里聊天，有什么事。然后左右两边还有一个小的，我们说厢房，也是小客厅。那么来的人可能吃饭招待就在这两边，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吧。它这里呢，等于是2进院落，第1进院落就等于是花厅，放一些东西的。那第2重院落就是接待大厅，然后过了里面就是住宅。这里又是一个大的天井，这里天井是密密麻麻的，24个天井。然后里面呢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应该是它的正堂屋还是什么。来看一下他们的房间，这个是卧室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一眼望去，等于是一个主人的房间一样的。我们看了很多故居或者古宅，但是他这里不是哦，他这里相当于是少爷的。我是第一次，北方也好，南方也好，第一次看到少爷的房间是这么大的。平时的话，可能就是他的1/2大，但是他这里你看看，床，还有那种像沙发形式的茶几。大不大？所以与众不同啊，就证明他这个李氏家族
当时的繁华、财力雄厚。还有钟表，是西式的钟表。你像眼前这里呢，就是电话机，连电话机都有。我估计那个时候这里应该没有修电话机吧，因为太偏僻了，离利川市区都有40多公里，可能是展示用的。房间太多了，这里是少爷房的旁边，这里没有写资料是谁住的，但是我感觉应该也是身份不一般的，全部是连接起来的。像这个地方是171间房子，其实呢全部是相当于榫卯结构，就是说没有用钉子。它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最开始不是李氏的，最开始是黄家的，他是2个人来这里投奔，这里有个姓黄的大户呢，收下他们，就收为义子。后来可能黄氏去世了之后，就把这个家产传给他们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最早呢属于黄氏老宅，就现在我们看到这一部分，然后后面慢慢扩建的，才有那些石头。最开始我们进来的那些，就像眼前这些，才是后面慢慢兴建的。前面这个建筑相当是一个独立的建筑，这个是什么？一般属于在大宅深处，它就是女子的绣楼。就当时黄宅也好，李宅也好，就是家中的女子，基本是在这个地方。亭台楼阁的，现在走过去看看，有2层，先走下面看看。这是1楼，看看2楼，这样的美轮美奂吧。这个地方我们是肯定走不完的，不可能每个房间都走遍，所以呢就按照路线，现在来2楼看一下。这个地方拥有这样一套豪宅，真是无价之宝啊！那个时候是无价之宝，现在也是无价之宝。绣楼2楼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打个比方说，那当时可能很多他们的女眷呢，就站在这里看外面。当时他们可能就在这里学琴、画画、读书，都在这里，因为那个时候女眷是不出门嘛。这个地方避暑是相当不错的，密密麻麻的房屋啊，基本上你第一次来的人呢，可能都会迷路。打个比方说啊，现在是一个酒店或者一个民宿开发成了，然后你住在这里，你晚上的话可能都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因为确实太大了，170个房间，大家想一想什么概念？现在有什么房子能够达到170个房间？像这个房子，这些装修就明显的就是中西合璧的。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些，就是李氏后人后面建的，真的太多了，有点看不完了。这个地方是干嘛的？也没有资料哦。这里属于长工房，长工就是长年累月都在他家里那个做工的。这个有点像一个3代王的座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全部是这个，有点像那种深山老林那些山寨的。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，等于是像皇帝上朝，或者是一个山寨大王坐在这里议事，或者是其他的影视剧经常能够看得到，像什么黑虎堂、老虎堂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坐的话，可不能这样坐。也不正常靠着，一般是这样挺直坐的。那这里呢，就当时他们的家禽、马、猪这些，就等于是牛圈、羊圈。大家见过这样的环境没有？现在看起来是挺干净的。这个李家庄园基本上就看完了，因为确实太大了，可能很多房间我们看不到。另外，里面有一部分的装修也看不到。这个建筑群见证了李家族300年的兴衰历程，演绎着一个家族的荣与辱、兴与衰，
凝固了一个民族的建筑文化史。所以呢，它是长江中下游规模最大、保护较好、艺术价值极高的古建筑群，是西方建筑与土家建筑于一体的木质结构。这里以前还拍过很多电视剧，这个大家可能也看过，它是叫做大水井风云等等，因为这个地方就叫大水井，所以很多人没看过古代地主庄院是什么样子的，这里就是代表，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地主的生活非常奢华，也非常豪华。你想想，这么豪华的建筑很少见吧？